泰国一部恐怖题材的电影里有过这种情节，主角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然而与其他双胞胎不同的是，她们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姐妹俩共用一副身体，肩膀以下都连在一起，却有各自的思想。她们又是亲密无间，长大后却爱上同一个男人，但对方只对温柔的姐姐情有独钟，这令妹妹心生妒恨，最终造成了一系列悲剧。当然，影视情节都是虚构的，一些狗血刺激的段落往往会令作品更有看头。现实中，连体婴儿的确存在，那么电影里刻画出的连体双生之间的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吗？现实中的连体人会不会有着和电影里的人物一样的困扰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最近，21岁的卡门·安德拉德和路皮塔·安德拉德这对从出生起就从未有过片刻分离的连体双胞胎再次登上了新闻。他们共用一具身体21年，而现在姐姐卡门交了男朋友。突然出现的亲密关系让两个人都需要慢慢适应。不过，姐妹两个的心态都很好，毕竟在一起21年，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对方。安德拉德姐妹的上半身相对独立，各自拥有心脏、肺脏。不过，他们共享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而他们的腿则是一人只能控制一条，卡门控制右腿，路皮塔控制左腿。他们花了整整17年才学会如何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行走。2002年，他们在墨西哥出生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他们的父母，这样的连体婴儿预计只能活3天，但3天变成了3个月，又变成了3年。他们的父母年复一年地寻找分离姐妹的方式，但在姐妹俩4岁那年，终于得到了最权威医生的答案：没有办法。如果尝试分开两个人，只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可能一方会死去，或者两个人都死去，又或者一辈子都无法离开医院，靠医疗设备活着。于是，父母最终接受了现实，也努力教导这对姐妹好好活下去。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卡门和路皮塔就已经明白，他们和其他人不同，他们需要买2件上衣，然后请裁缝把2件上衣缝在一起才能穿上。虽然父母下足了功夫，一方面在平日训练姐妹协作完成动作，另一方面每天都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姐妹俩要彼此相爱、彼此宽容。可毕竟这个身子有2个脑袋，姐妹俩在5岁时的一个晚上第一次闹了矛盾。夜深后，姐妹俩刚刚躺在床上，可右边的路皮塔却突然想上厕所，于是卡门只能忍着睡意陪姐妹去卫生间。当方便结束，卡门瞬间愤怒了，因为路皮塔没有把屁股擦干净。他们有着2个胃，可是却只有一个公共的屁股。本就强忍睡意的卡门立马不干了，两人便开始大声争吵，你一言我一语，到最后甚至打起架来，扯起各自的手臂就往对方脸上挥。闻状赶来的父母赶紧劝架，可正在气头上的姐妹压根不听，一直扛着压力的妈妈又是难过又是生气，狠狠打了他们的屁股。结果姐妹俩闹得更凶了，都说自己不该挨打，搞得妈妈也头大不已。这次的事也让妈妈反思了许多，往后日子里，她优化了自己的教育方法，每次都要问清楚谁犯错了才实施惩罚，而惩罚方式也很特别，让犯错的孩子看着自己，然后只批评那一个头颅，免得另一个孩子遭到殃及。甚至有时候妈妈会与丈夫趁着其中一个孩子睡觉和另一个人谈谈。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姐妹俩慢慢学会了如何共用一个身体，并拥有了乐观向上的心态。6岁时，安德拉德姐妹进入了普通的学校，孩子们有时候会欺负她们，但每一次妈妈都会站出来，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她们，直到问题解决。所以学校的回忆并不令人痛苦。安德拉德姐妹甚至还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优势，可以互相作弊。老师发现了这一点，在3年级的时候，甚至试图在2个人中间放上一道帷幕，防止他们互相偷看。不过2-3个月之后，老师也屈服下来，撤销了帷幕。和人们常见的误解不同，卡门和路皮塔的身体感觉是分离的，他们无法感到对方半边身体的感受，更不用说直接读懂对方大脑里面的想法。就算卡门被蜜蜂蛰了，路皮塔也不会感觉到痛。不过2个人的确可以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就明白对方的情绪状态。
姐妹俩的感情是很深，可一个身体毕竟有2个脑袋。当2人步入恋爱年纪时，一些现实问题便摆在了明面上。在16岁学习驾驶时，卡门喜欢上了自己的驾驶教练。她起先没有和任何人透露，包括妹妹。在拿到驾驶证后，姐姐借着感谢的机会向阳光帅气的教练库尼提出了邀请，一起去看电影。因为姐妹俩平日都有自己的活动，所以妹妹起初没有多想什么。电影院的昏暗灯光没有挡住姐姐与库尼的眉来眼去，互相有意的2人彼此对视，关注点早就没在电影上了。情到深处，自然会多出许多反应。库尼一边用右手牵住姐姐一侧的小手，另一只手则绕过去揽住了姐妹俩左边的腰肢。这本是情侣间的常规举动，可换到这对姐妹俩身上，这一揽便坏了事。因为对另一侧毫无感觉，所以姐姐只是享受恋人温暖的手掌，压根没发现对方将手放到了妹妹那边。而专心看电影的妹妹这时也发现了不对，立马大喊了起来：“你们俩怎么样我不管，但你干嘛要搂我的腰？”这一声质问立马吓得库尼收回了左手，一时间尴尬不已。等到电影结束，姐妹俩阔别库尼，便开始了闺房密话。姐姐坦诚自己已经爱上库尼了，问询该怎么办，可觉得自己被占了便宜的妹妹依旧怒火未消，垮着脸便怼了回去：“爱上了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可是对他一点那方面的感觉也没有。”一场情窦初开的约会就这样以不愉快而告终。不过2个月后，妹妹便明白了姐姐的想法。那时候，妹妹被学校棒球队队长胡安迷住了，她喜欢对方挥舞棒球时潇洒的身影，可姐姐却不喜欢胡安。于是姐妹俩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她们聊了很多，有自己的恋爱观，有自己心上人的好，有自己期待的婚礼。不过话落到实处便是，我们没法同时嫁给2个人。路皮塔告诉卡门，命运决定了这一切，姐妹俩势必要有一人放弃所爱。不过现在谁都不知道哪个心上人更适合彼此，所以需要用时间来证明一切。卡门明白路皮塔的话，不过他提问道：“爱情是最自私的东西，如果姐妹间一人一定要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另一个人该如何相处？”谈完话后，2人都沉默了，他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不过这次沟通却让姐妹俩增加了对彼此的体谅，因为他们彻底意识到他们是无法分开的。对于女儿俩的爱情，母亲倒是并不担心，见证姐妹成长的她相信2人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在长大一些后，姐妹俩进了农业职校，卡门还考上了社区大学。姐姐卡门希望当一个兽医，而路皮塔则愿意当一个兽医助理。现在2个人每周都去兽医诊所志愿服务2次，还在山羊农场工作。对于这对姐妹来说，生活拥有了一个独特的方式。她们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见过很多媒体，也拥有了很多朋友。万圣节的时候，她们也会跟着朋友一起去讨糖果，而每次哪怕她们没有做任何装扮，也经常会有人告诉她俩：“嘿，我很喜欢你的装扮。”不过姐妹俩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评价，并不会觉得冒犯。一般来说，她们最讨厌的是有人在公共场合不请自来的拍照，或者在谈起她们的时候不自觉地将她们俩非人化，比如用一个脑袋怎样怎样，另一个脑袋怎样怎样来说起她们的事情。偶尔姐妹俩还会开车出门，姐姐卡门负责控制方向盘和油门，而路皮塔负责打转向灯，2个人配合得很好。对于已经在一起20多年的姐妹来说，这些事情也逐渐驾轻就熟。至于未来，姐妹俩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亦或者结婚生子，只能交给时间去证明了。猫爷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平安快乐地生活下去，也希望医学技术早日发达到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分开的选项。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哪些比较奇特的爱情故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